听说了吗？莫迪老仙儿又发宏愿了，要在2036年把奥运会带回印度。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第一反应不是激动啊，我是替那个全世界的运动员啊捏了一把冷汗。那咱们都知道，去巴黎呢是比赛，去印度那是渡劫呀。今天啊，咱们就来盘盘啊，这个被称为奥运史上最强钉子户的印度啊，他到底哪来的勇气第8次冲锋？这背后啊，可是全是生意。据说啊，前7次呢，那是连门槛都没摸着，直接被奥委会的大爷们啊给劝退了。但是吧，人家印度人啊有股子劲儿啊，叫迷之自信啊。这次人家是说了啊，2036的奥运会呢，非我莫属。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斩钉截铁啊，仿佛这个奥运会的主办权啊，已经揣在莫迪总理的裤兜里了。那就在前阵子呢，印度时报大张旗鼓的报道啊，说咱们的莫迪总理啊，在那个什么瓦拉纳西举行的排球锦标赛上发了话了呀。莫迪老先生啊，那是出了名的会演说，那对着镜头啊，一脸神圣庄严的宣布啊，印度将全力申办2036奥运会。我们总以为这个申奥嘛，那肯定是这个首都新德里，或者说是那个繁华的孟买。不，这你就太小看莫迪的小算盘了。这次印度呢推出来的城市啊，叫艾哈迈达巴德。这个地儿吧，你可能听着耳生，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可是莫迪的老家呀，更是他的龙兴之地。当年莫迪啊，就是在这边啊当这个首席部长，然后一步登天当了总理的。这就有点意思了啊。莫迪这是想把这个奥运会啊当成自个儿的政治丰碑啊。这要是成了啊，以后这个史书上一写啊，2036年艾哈迈达巴德奥运会啊，那这个莫迪的名字啊，还不得跟这个甘地并排挂着？而且啊，为了这个事啊，这个莫迪是真拼。1月10号，这个老先生啊是亲自飞回老家，去了那个著名的什么索姆纳特寺。这莫迪去拜神啊，那是为了政治。但是你猜怎么着？印度那个叫什么穆克什安巴尼的大富豪也带着全家老小去了，这就更有乐子了。这个安巴尼何许人也呢？那是印度的财神爷，信实集团老板，富可敌国。他去拜神啊，那是为了求子。听说啊，他那个宝贝儿子啊，体重比较惊人，也是个奇人。结婚好几年了呀，这个媳妇儿的肚子啊，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啊，老两口急了，去找这个湿婆神呢，走个后门，想求个大胖孙子。这个安巴尼的老婆呢叫妮塔安巴尼，这个富婆可不简单啊，她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你知道这个国际奥委会现在的规矩啊，一个国家原则上就一个委员。妮塔呢就是印度在里面的内线。印度人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啊，我有总理的政治决心，我有首富的超能力，我还有这个奥委会里的内线。这个事吧，难道不是板上钉钉吗？特别是那个妮塔啊，去年在这个美国波士顿开会的时候，那个话说的叫一个酸哦。他说啊，世界前10大经济体啊，9个呢都办个奥运会了，就我们印度没有啊，宝宝心里苦啊，这不公平。他还特意提了一嘴中国，说中国效率是高，但是你也不能光看中国呀，得给我们印度一个展示的机会。哎呦喂，听你这口气啊，合着这个奥运会是发这个低保呢，还得按人头平均分配。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啊，只要让我们办，我们绝对比你们北京强。我就呵呵了啊，北京奥运会那是什么级别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的天花板。你那个连基建都还没有整明白的城市，要跟北京比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印度人呢想办奥运会啊，那可不是1天2天了。这个事吧，他得往回倒。早在1929年啊，那个时候这个印度啊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呢。这英国人啊，为了显摆自己治理的好，就想推孟买去申办1936年的奥运会。结果呢，那年碰上了谁啊？碰上了那个正处于疯狂时期的德国。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元首呢，要在柏林搞那个举数名的大会。印度小胳膊小腿的，连擂台都没上去啊，直接就被抬下去了。那到了1947年啊，这印度独立了。这个时候上台的是尼赫鲁，这个哥们儿心气儿也高，觉得自己是第3世界领袖啊，必须得搞个大动静。先是办了1950年亚运会，结果你猜怎么着？哎呦喂，那真的是穷的叮当响啊，连比赛用的这个栏架、标杆、铁饼都造不出来。这最后没办法呢，还得从欧洲那边一批一批往这边运。
因为器材没到位啊，运动会啊愣是推迟快1年才开。就这样啊，这尼赫鲁啊还觉得不过瘾，又要申办1952年的奥运会。那个时候吧，这个新德里刚把这个总统府啊、国会大厦修好，看着挺像回事的。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来了，那帮洋大人一下飞机啊，就被印度的热情给融化了。字面意义的融化啊，那可是夏天呀，那新德里气温啊都快50度了，这大街上苍蝇嗡嗡的，跟轰炸机编队似的呀。白天是根本没法出门啊。考察团说：“哎，那咱们晚上去看场地吧。”嘿，晚上也不行，为啥呢？停电呀，黑灯瞎火的，看个鬼呀！最后考察团那是骂骂咧咧走啊。有个官员呢留下一句名言：“我这是到了火星吗？”按说这么一次打击呢，正常人呢就该消停了吧？不，印度人啊那是属于平头疙瘩，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到了1980年，他们觉得自己又行了呀，要申办1992年的奥运会。这次更绝啊！考察团来了，问你们奥运村在哪儿呢？这印度官员啊拿出一张纸，还是手工画那种图纸啊，说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将来会有的。问那高速公路呢？地铁呢？印度官员呢指着外面的土路说：“哎，将来会有的，只要你们把这个举办权给我们，我们立马就能变出来。”哎呦喂，这就是印度的绝活啊 ！PPT 治国的鼻祖啊，全靠一张嘴。而那一年呢，他们的对手是谁呢？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人家有3把蓝旗撑腰，场地都快建好了。结果呢，毫无悬念，孟买零票。后来呢，这印度啊又盯上2000年、2008年、2012年的，那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甚至有一回啊，这国际奥委会的人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私下就劝他们啊，哥们儿别再递申请书了，省点纸吧，真没戏。有人会说啊，我也许是在偏见了，那咱们就不看那些没办成的啊，咱们就看看印度真办成那一次，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啊。各位，这哪是运动会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大型的生存挑战赛啊，这就是生化危机的前传啊。这个事儿吧，本来2003年就批下来了，那个时候的预算是2亿多美元，那到了2010年呢，预算飙到多少？14亿美元啊！等这个破事办完了，一算账，好家伙，花了60亿美元，翻了30倍啊！那钱去哪儿了？哎，都进了那些叫什么辛格或者巴诺特的官员嘴里了。钱花了，这个事儿办得咋样呢？就在开幕式的前几天啊，9月21号，体育馆外面一座刚修好的人行天桥，咔嚓一声塌了呀，真的是塌了啊，还没用呢呀。这最后没办法，印度直接呢出动了军队啊，那是拿着工兵铲子啊，在5天之内搭了一个简易的天桥凑用，这就叫印度速度啊。但这呢还不是最要命的，这最要命的是运动员村，那帮英国、澳大利亚的贵族老爷们儿啊，到了新德里一看，当场就吐了呀，那真的是吐了啊！他们在这个验收报告里写了个词儿 ，filthy， 翻译过来就是啊，肮脏、污秽、不堪入目啊！哎呦喂，那个房间里啊，满地都是污渍呀，这墙角呢对着这个空酒瓶子啊，床上，哎呦喂，那个床单上居然有动物的脚印啊！这 BBC 的记者还拍到了啊，地上有一坨一坨的米田共。这印度人解释说呢，那是野狗进来了。哎呦喂，哎，我就纳了闷了，那是运动员村啊，还是流浪狗收容中心啊？这个安保是摆设吗？厕所就更别提了啊，马桶是堵的，里面那个味道那真的叫一个酸爽。淋浴头没有水管，空调没有电线，除了这个蚊子是管够的，啥都没有。那面对这么满地狼藉，新西兰、加拿大的代表团是直接急眼了呀，说这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哎，你猜印度奥组委那个秘书长巴诺特怎么说的？这个哥们儿简直就是个逻辑鬼才啊！他对着镜头啊，一脸无辜的说：“哎呀，这是文化差异，每个人对干净的标准不同。在我们看来，这个房间已经非常干净了，甚至可以说是豪华。是你们西方人太娇气，标准太高。”听听啊，这是人话吗？那个组委会主席苏雷什更逗啊，直接扣帽子，这是国际反印阴谋，你们就是在嫉妒我们印度强大。当时那个英联邦委员会的主席啊，那是气得高血压都快犯了呀。他说啊，我就不该把这个活给印度。
最后呢，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老太太都怕了。本来传统是女王要去主持开幕式的，这老太太一看这个报道，心想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这么折腾，直接宣布取消行程，我不去了。现在看来老太太这个决定真的是太英明了，不去印度多活了好几年。这运动会呢，好歹是开了，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吧，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咱都知道，去印度最怕就是那个水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得里肚子，啥意思呢？就是一泻千里啊。英国的游泳队80%的选手都中招了。回国一查，阿米巴痢疾，这是啥病呢？直白点说，就是排泄物里的细菌吃进肚子里了。你想想那个游泳池的水，哎呦，我都不敢想哦。澳大利亚选手学聪明了住5星级酒店，喝自带的瓶装水，吃自带的罐头，除了比赛绝不出门。结果呢，还是倒下了。为啥呢？因为洗澡的时候难免会有个1-2滴水流进嘴里就这么1-2滴，直接送进医院挂吊瓶。有个澳大利亚的女官员那是哭着对记者说说我老公参加过北京奥运会那都是顶级的精彩的，简直是天堂。印度却想跟中国比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但是在赛场上又出了多少洋相？开幕式上正演着呢，突然一辆3轮车突突突的开进了会场中心，这观众还以为是节目呢，结果司机一脸蒙圈发现走错了又掉头开出去了。真的这个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就这印度人还觉得自己挺成功，为啥呢？因为那届运动会呢，印度拿了38块金牌，历史第2。你有病！这怎么拿的呢？对手都在跑肚拉稀在那儿身体都被掏空了，谁还有力气跟你比赛这就叫魔法攻击助攻这个运动会办完了，这笔烂账怎么算呢？2011年雪片般的举报信就飞到了印度的中央调查局，一查全是触目惊心一卷卫生纸普通的卫生纸采购报价是多少？80美元，500-600块人民币一卷这是拿金箔解决问题吗？一个洗手液的盒子60美元还有那个什么积分系统瑞士公司呢要价14亿卢比，这西班牙公司只要几亿，最后给了谁？给了瑞士公司。一笔1万，开不开心？中间的回扣有多少呢？只有天知道了这更有意思的是那几个官员的结局。组委会主席苏雷什抓了，秘书长巴诺特抓了，那大家以为正义伸张了？嘿，你太不了解印度了2012年才过了1年，那个巴诺特呢不仅无罪释放，还摇身一变成了印度奥委会的秘书长。那个跟他一起被抓那个阿贾伊成了奥委会主席。这叫什么呢？这叫罚酒3杯，官复原职。国际奥委会都看傻了直接下令制裁印度奥委会，禁赛14个月。这是多大的耻辱但是印度人不在乎禁赛期一满他们抹抹嘴又开始喊我们要申办2024奥运会。因为真的是心理素质过硬天下无敌。那现在呢，时间又来到了2026年，他们又盯上了2036。莫迪老先生这次是玩真的了你以为他是真爱体育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在乎圈地也。就在这个莫迪的老家这政府呢已经拨款600亿卢比交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干嘛呢？要建6座超级体育馆场，其中呢包括一个占地350英亩的板球场，名字就叫莫迪体育场。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征地艾哈迈达巴德西部的农民们这地呢已经被圈走了。其实说白了只要这一嗓子声要喊出来这地皮就值钱了，基建项目就开工了水泥钢材工程队就动起来了。那些跟莫迪关系好的财团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分蛋糕了。那至于最后申办成不成功那不重要钱已经流动起来了，腰包已经鼓起来了。就算最后没有申办成，大不了就说一句西方国家歧视我们，然后把这个烂尾楼一扔，啪啪拍屁股走人。所以这印度申奥你就当个乐子看。万一我是说万一这奥委会那帮人真的被这个钱砸晕了，把这2036年的奥运会给了印度那咱们可就得提前给全世界的运动员提个醒第一，得提前3年准备练铁卫功，什么元素周期表都得尝尝，练就百毒不侵之身。这第二呢，去比赛的时候别带啥土特产，就每个人呢背一箱矿泉水，带2角卫生纸，最好呢再穿个防化服。
还有这第三啊，要是看见桥啊、顶棚什么的，绕着走，保命要紧。这印度人总说中国行我也行，那我们要说大哥这个真不行。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